我和女友竟同时觉醒2大系统。身为艺术生的女友毫不犹豫选择10倍消除系统，而我只能选择10倍返还系统。却不料7日后极寒末世来临，他的系统太鸡肋，险些让他冻死在雪地里。为了让女友平安活下来，我将她带到了我的安全屋，又以气运为代价，用10倍返还系统，将物资翻了10倍。一晃10年过去，末世终于结束。新婚夜，女友却拿着刀刺入我的心脏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和萧寻怎么会分开？你仗着破系统将我圈养10年，我早就不想忍了。那些保护和爱意竟会被他错认为圈养。再次睁眼，我回到了选择系统那一日。我要选10倍返还系统。看着眼前兴奋的女友，我冷笑出声。为了不让她知道我重生，我佯装一副激动的模样。那我就绑定10倍消除系统吧。婉婉，这系统可真是个好东西，你真的要将消除系统让给我吗？苏婉盯着我的脸好一阵，似乎认定我没有重生。当然，你不是我最爱的人吗？苏婉一脸兴奋地走了，嘴里不断念叨着萧寻的名字。看着他转头就走的身影，我摇了摇头，心中满是嘲讽。10倍返还系统固然强大，却是一分价钱一分货，要想得到，就要付出自己最宝贵的东西。前世为了不让苏婉担心，我并未将真相告诉她。为了保护她，整整10年，我上供了自己的气运、健康，乃至于寿命。却没想到，他只是见了萧寻一面，就抹杀了我们10几年的感情。末日将在1周后降临，我不动声色，开始变卖资产，用所有的钱买下一处位于山脚的隐蔽小屋。10倍消除系统虽然鸡肋，却不用付出任何代价。我轻而易举地消除了自己羸弱的体质和疲倦值。有了系统，我连睡觉都不需要。这3天里，我没日没夜地囤着货，买了种子和大米。再次见到苏婉，是卖房那天，售房经理无奈地说着：“任先生，我们的客户已经来了，但是你们未婚妻一直不肯让人进去。”我立刻懂了他的话外之意。赶到新房时，萧寻正将苏婉抱在怀里，见我来，两人都是一愣。苏婉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随后沉下脸来：“你怎么才来？中介说你要卖房，这房子不是我们的婚房吗？你凭什么卖？”我抬起头，试图从他的脸上找到一丝一毫心虚，可他太理直气壮，似乎笃定只要他开口，我就会无条件忍让。还记得你是我的未婚妻，现在躺在别的男人怀里，却让我不要卖婚房。苏婉，你要不要脸？苏婉高高扬起手，砰的一声脆响，我的脸被打得偏了过去。你的心怎么这么脏？我们之间不是你说的这种关系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分手了。这房子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苏婉怔怔地看着我，眼里满是不可置信。下一刻，我果断喊来保安，将他们2人都赶了出去。你不是说这是你的房子吗？我可以解释的，我只是暂时借住，没想到他会回来。你别生气，听我说。没过几分钟，他又跑了回来，趾高气扬地说着：“房子你可以卖，但是钱得借给我，1个月之后我加倍还你。”他也知道极寒末世即将降临，可他平时大手大脚惯了，根本没有1点存款，怪不得他重生后却没第一时间和我分手，原来是想拿我当移动 ATM。你要多少？苏婉眼睛一亮的同时松了口气，似乎是确认我还和前世一样舔狗。他明显兴奋不少。100万，100万是我所有资产。上一世我就已经坦言过房车加存款总共多少钱。在发现系统的妙用之前，这100万让我们多撑了好几个月。重生一世，他是一点钱都不想留给我。我心中最后一丝动摇也彻底消散。别说100万，就是100块我都不会给你。苏婉拽着萧寻走了，他的背影看上去被气得不轻。经理轻声唤醒了我的思绪：“您的房子还卖吗？”我点点头，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将这套房子快速出手。接下来，我用买房的最后一部分钱为自己搭建了一个隐蔽居所。最后4天很快过去，雪花纷纷扬扬落了下来，全球开始进入冬天，温度一日比一日冷，植物枯萎，地上覆盖起一层厚厚的冰，直到雪越来越大，大雪封路，交通瘫痪，人们才意识到灾难降临。半个月过去，我却在小房子里越来越滋润，这里四季如春，气候适宜。我用消除系统消除了灾厄天气带来的影响。正当我躺在沙发上吃西瓜时，突然接到了苏婉的电话：“沈燕，我绑定了10倍返还系统，能变出10倍的食物。你现在来我家门口，跪着说自己错了，或许我能施舍给你一点物资。为了食物牺牲一点尊严，很划算吧？”我毫不犹豫挂断了电话。苏婉又打了好几个进来，无一例外都被我纷纷挂断。我拿起电脑黑入了他家的监视系统。苏婉正将一份薯片变成10份。萧群瞪大双眼，眼里闪过一丝算计。一连过去几天，我都关注着他们家的监控。萧家人一股脑住进苏婉租的房子，每个人都对他十分谄媚，阿谀逢迎的态度极大取悦了他。因此他开始更加频繁地使用系统。3天过去，他就用了不下30次，可他还没发现身上的郁气越来越重。苏婉看着镜子里憔悴的自己，有些不安。萧群却拿出一罐可乐：“喂，婉婉，我想喝可乐，你帮我变一变。”我今天有点累，下次吧。一罐可乐都不给我变，我还能指望你做什么？
苏婉见他生气，立刻慌了，赶忙拿起可乐，再一次使用系统。萧寻这才笑起来，一罐可乐的价钱已经上万，末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结束，此时不捞钱，还得等到什么时候？我耐心的观看下去，看着苏婉越来越焦虑，眉头郁气越来越重，只因萧寻让他变的东西越来越多，一天就要使用不下10次系统。我摇了摇头，现在当然看不出什么，系统给人带来的衰老是一瞬间的事情，所有次数叠在一起，突破阈值就会全部施加在他身上。10天后，苏婉照镜子，竟吓得将镜子摔在地上，镜子里的女人眼尾低垂，遍布着密密麻麻的皱纹，甚至因为太过愤懑，她将手中的镜子狠狠摔在他的身上。我正看好戏，就见一旁的手机响了起来，苏婉癫狂的声音传了过来：为什么我会老了这么多？是不是你使了什么手段？他突然想到了什么一般，又软下嗓音：知道你有消除系统，你来我家好不好？只要你帮我消除这些皱纹，我可以给你10袋大米。似乎是觉得自己提出的条件足够优越，苏婉语气不复之前的焦急，转而变成一种施舍。末日当头，想必你就算有钱，也买不到这么多物资吧？只要你现在来找我，我就把东西给你，如何？我没说话，只是拆了一袋薯片，又喝了一口可乐，传来一阵咕咚咕咚的气泡声。苏婉的声音逐渐停了下来，她半是迟疑地说着：你在吃什么？此时距离末日爆发已经半个月，物资越来越紧张，只有她还能依靠系统变出那些珍稀食材。我慢思条理地吃着，说道：哎，我还真不缺吃的，你那点东西就打发叫花子去吧。我知道，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傻，不让苏婉知道我重生了，也不让她知道我的具体信息，只有这样才最安全。但是既然大家都是重生者，我又为何要避着她？我就要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生活即将化为一滩烂泥，而我会越来越好。我要亲眼看着她绝望痛苦，这才是我一直没切断她联系的目的。苏婉明显一噎，语气里也带上愤怒：哼，你用卖房的钱换的这些物资，蠢货，你迟早会后悔。她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再次看向监控，萧寻已经将她抱在怀里细细安慰，说着：你永远年轻，永远漂亮。妈说护肤品不够了，要不要你再多变点？苏婉皱起眉，不耐烦地说道：我的能力要留在更有价值的部分，末日都来了，要那么好看有什么用？两人之间再度爆发争吵，我看着他焦躁的模样，不由得想起当初我把他养在安全屋，也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的系统没有任何负面效果，10倍消失系统只会让各种负能量的东西消失，却不需要主人付出什么代价。为了让他开心快乐，我们2人的物资皆由我一人承担。苏婉要漂亮裙子，要化妆品、护肤品，就连水果也要吃最新鲜的。可那时极寒风暴已经肆虐好几年，我根本找不到这种新鲜的水果，他便满脸失望。你不是说会实现我所有的愿望吗？他越说越生气，拿起一旁的抱枕砸在我身上。抱枕很软，是我拼了命抢来的。原本我也可以选择在安全屋躺平，可他每次要这要那，我都得去外面搜寻。极寒末日，人心越发难测，好几次我都差点死在外面。我抬眼看上屏幕，苏婉已经黑沉着脸变出了护肤品。萧寻笑得一脸贪婪，眼神却根本没落在苏婉身上。我悠哉地翘起2郎腿，将半瓶可乐喝完。苏婉，这才只是个开始，之前的账我们慢慢算。外面的雪越下越大，我利用系统维持着这一片的温暖。这是我精挑细选的山沟，周围的村民早已搬走，就连动物都看不见。我笃定苏婉绝对找不到我，整个小屋被我布置得干净利落，温暖宜人。消去饥饿感的我根本不需要吃饭，我可以看书、下棋，日子过得越发无聊。一连7天过去，我都没有看监控，直到苏婉再次给我打来电话，声音虚弱：沈燕，我想见你，就是想你了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我快死了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我被萧寻折磨得快死了。死这个字让我的心狠狠一颤，不是因为心疼，而是因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。我还没看着他受虐痛苦，他就要死了，不对劲。我下意识点开监控画面，却发现监控不知何时已经断电。苏婉声音细若蚊蝇，紧接着电话被挂断了，温度计已经跌破最低温。我看向外面一片白的世界，只要出门就会被冻伤。末日之下，人心难测。我收回手机，静静地躺在沙发上。半小时后，萧寻打来了电话：如果你想救他，就来一个地方；如果你不来，呵。电话那头再次传来女人崩溃的声音。我突然笑了。这样吧，你给我开视频，我晚1分钟你就扇他10个巴掌，只有这样我才能相信你们不是联合起来骗我的。连带着语气都迟疑不少。昨晚对你一片真心，你就这么回报他？不是不来，是缓慢来，有序来，用心来。意识到我态度漫不经心后，萧寻呸了一声，挂断了电话。我拿起早已藏在苏婉身上的监听器，虽然他有所防备，特地掐灭了监控，但他没想到我早已留了后手。早在卖房那天，我就已经将监听器塞进了他的首饰盒里。苏婉声音听起来有些粗糙，短短时间像是老了30岁不止。
或许他终于明白10倍返还系统需要付出他生命的代价，因此他突然要见我，或许只是为了让我的10倍消除系统，消除他身上的衰老。我又不傻，怎么会任他算计？早在几天前，我就从监控看出萧寻建了一个500人大群，每天都会在群里高价贩卖一些生活物资，价格高昂，却因为数量稀少被众人吹捧，他赚得盆满钵满，甚至还成了500人口中的老大，一时之间无比得意。苏婉拒绝使用系统，无异于狠狠打了他的脸。他们狗急跳墙来找我，更是迟早的事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在他们出发之前，我必须全面探查他们的计划。我耐心地等待着监听器传来他们的对话，听到其中一句时，我屏气凝神，仔仔细细听了个全乎。苏婉语气有些得意，我知道怎么办了，等我把沈烨那个蠢货骗过来，你就把他绑起来，有了他的帮助，就可以抵消返还系统带来的亏损，我们就可以无限次使用系统，变换出无数物资。那你该怎么把他引过来？如果这次他不来，我就说我要死了。他这个人最是嘴硬心软，肯定会来看我最后一面。就算没有，我也可以通过别的方式知道他到底在哪儿。最后一句话让我生出了些冷汗，我竟然忘记了2个系统之间有着感应，前世我就是靠这个感应找到的苏婉，那么他自然也可以靠着系统找到我。看着他胜券在握的模样，我很快想到了解决办法，我必须主动出击，让他付出100倍代价。当天晚上，萧寻给我发来了视频，隐隐约约能看见女人挨打的画面，一巴掌，砰！苏婉惨叫一声，又是一巴掌，我这才回拨了电话过去。怎么想清楚了？想清楚就赶紧来，只来一会儿，他可就要被我打死了。我怎么知道你是在演戏，还是真的在打人？这巴掌太假了，傻子才上当。挂断电话后，萧寻果然又发来新的视频，这次比上次高清许多，连苏婉脸颊上的巴掌印都能看见，红肿不堪，十分狼狈，一边看着屏幕求饶。沈烨，救救我！我没有骗你，如果你不来，他真的会活活打死我的。我过回去，你等着吧。萧寻他满意的挂断了电话。月上树梢，天气更加寒冷，我裹了件厚外套，用消除系统融化越野车上的积雪，一路颠簸，才终于到了仓库。看见我健康强壮的模样，萧寻一脸兴奋。宝贝，他可真在意，就算分手了，还要来救你。你说我们该怎么折磨他才好？他看到我，眼神闪过几丝复杂的情绪，但最终还是兴奋占多数。他拿起麻药枪对准了我，这里面的药量足以放倒一只黑熊。我闭上眼，仍由他们拿起绳子将我绑着。为了以防万一，苏婉还是对我来了一剂麻醉药。再次醒来时，我被绑在了黑屋子里。苏婉拿着刀比在我的脖颈上，语气带着威胁：“快用你的系统帮我恢复原样，不然我也不知道会做什么。”你确定？当然。我点了点头。下一刻，苏婉脸上的苍老和皱纹纷纷消失，皮肤越发娇嫩，甚至变得更加年轻动人。看到这一幕的萧寻惊呆了，眼里迸发出无比的贪欲。苏婉捧着镜子，看着漂亮动人的自己，同样激动。下一刻，他的脑海响起红色警报：检测到系统 bug。返还系统即将消失。什么东西消失？我低低的叹了口气，这才是我此行目的所在。我的系统并不能作用于苏婉，早在前世我就知道了这一点，因此直到死我都没让苏婉为我消除一点身体上的负面疼痛。早在来之前我就想好了对策，苏婉的系统不消失，我就别想这几年消停，她一定会想方设法找到我。下一刻，我用消除系统消除了身上的束缚，同时消除了2人的体力值。看着他们双双倒在地上，这附近就有野兽，你说是你们能活下去，还是他们呢？萧寻愤怒地瞪大眼，竟缓慢挪着身体，一脚将苏婉踹在了门外。我毫不犹豫放弃了苏婉，就连我也有些意外。下一刻，狠狠咬在他的手臂上。萧寻，你他妈是人吗？要不是为了你，我的系统怎么会消失？都怪你这个贱人！2人的身形缠打在一起，爆发出无比怨气。苏婉爱了萧寻10年，如今不过1个月，他就能彻底恨上他。我笑了笑，转身走了。我的脑海里同时响起一行字：返还系统消失。解除双系统绑定，这意味着苏婉再也找不到我。我倒要看看失去系统的她还能活下去吗？回去的第一件事，我开始收拾东西。我已经找到下一个落点，却没想到刚刚将东西搬进越野车，苏婉就出现在了我的家门口。沈烨，你带我走，没有系统了，你要对我负责。小许拿了所有的东西跑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他说这话时还有些埋怨，甚至我都有些恍惚。他这副模样和前世一模一样，似乎是为了印证我说的话，他踟蹰着开口。我突然觉醒了后面10年的记忆，是你保护了我10年，对吗？都怪我。沈烨，你跟我回家好不好？
这辈子换我陪着你。我将他从怀里推了出去，力气太重，他趔趄了好几步才站稳。滚！或许是我说的话太直白，苏婉的脸顿时变得惨白。我看着他，突然笑了。这样吧，你要是向我下跪磕10个头，我就考虑原谅你，如何？当初是你非要提分手的。我故意将态度说得模糊不清，给他希望。苏婉咬着下唇，缓缓跪到我面前。你沈夜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原谅我。我点了点头，将最后一件行李放上越野车。在他想要跟着我上车时，一把将他推开。我心情不好，想一想，还是不带你了。他不可置信地望着我，我直接进了驾驶座。开车走时，他突然窜到了车头，用身体挡住了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急刹车，摇下车窗骂道：“你他妈要点脸，别纠缠老子不放！”想从车窗伸进去抚摸我的头发。我知道你爱我，你明明那么爱我，怎么舍得离开我？不会爱上一个曾经杀死我的杀人犯。10年后，极寒末日终于结束。这段时间里，我闭门不出，利用系统消除了所有饥饿值和疲惫值。中间，苏婉试图和我联系过，我直接将手机号拔掉。失去联系方式后，她也不再执着着找我。灾后大楼正在重建，我也在安全的地方有了新的爱好——种花。这些日子里，打听到不少消息。萧寻带着物资逃跑后，没多久就死了，死因不明，只知道下场悲惨。苏婉倒是一直没有消息。我在街头买花时，突然看见一个女人被一伙人打倒在地，仔细一看，竟然是苏婉。殴打声伴随着苏婉呜咽的惨叫声，直到他们离开，苏婉还瘫软在地上，半边脸颊高高肿起，嘴角还挂着血痕。岁月匆匆，在她的脸上留下了不少印记。有一瞬间，我几乎认不出眼前的女人就是苏婉。她低垂着头，过长的头发遮挡住她的眉眼。我蹲下身，语气平静：“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”他正愣着抬头看见我，他摇摇晃晃站起来，想要离开。我看着半边天空，夕阳渲染出瑰丽的色彩，哪怕距离前世已经过了10年，我却仍然能感到那时的冰冷。恍惚之间，仿佛我从未离开，重生于我而言像是一场梦。我那么急切地和你领证结婚，不是为了将你绑在身边，是因为我快死了。我和你领的假结婚证，系统告诉我，我新婚夜之后就会去世。我已经提前把财产都过户到你名下，就算我走了，你也仍然能过得很好。这话说完，苏婉红了眼眶，迷茫、震惊、痛苦，她忍不住说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我抬眸看她，语气嘲讽：“我不愿意让你背负着痛苦活下去，因为那时的我很爱你。”他剧烈颤抖着，像是无法承担事实的重量，一下子倒在了地上。我知道这些年来他过得并不好，萧寻给他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。或许我应该转头就走，不和他有半分牵扯。此时此刻，我却只想说点什么。那把刀割伤我脖子的时候，真的很疼。苏婉，我恨你。我深深叹了口气，最后看了眼他狼狈的姿态。对不起。轻飘飘一句对不起，又能算得了什么？这一刻，他眼里的后悔或许是真的，但他这种自私的人，仅仅只会后悔自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，爱上了错误的人，而不是反思自己。我不再说话，快步离开这个地方。离开时，夕阳漫天，给整个城市裹上一层金光，路灯将我的影子拖得很长。我正步入崭新的未来。